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在前阵子有观众告诉我说，议员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做玩家社群反馈了？他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官方所制作的，而是我自己抽选的问题。所以这个系列终于又回来了，跟各位讲一下为什么玩家社群反馈的影片这么重要。因为官方多数选择的问题呢，都是一些废话，不然就是他们已经更新的内容。所以真正一些玩家反馈的内容呢，官方是没有抽选到的。或者是像我这样子，我只有一个人的话，我没有办法去想到这么多东西，所以玩家社群反馈可能可以给到一些想法，要怎样去改变这个游戏。那废话不多说，我们正式开始看今天的第一个反馈。那问题有点多，我尽量长话短说。他希望在攻击了10个野蛮人之后，在联盟礼物中会出现一些普通的箱子，又或者官方他们可以自行去调整掉落的数量呢，可能要攻击20个野蛮人之后才会掉落一个普通箱子。它这个用途呢，主要是为了要让野蛮人跟野蛮人城寨平衡。毕竟大家都知道野蛮人城寨的性价比会比较高，你打了之后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奖励。攻击野蛮人是属于个人活动，没有办法获得跟野蛮人城寨一样性价比的东西。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也算是合理的吧，因为野蛮人城寨你必须要开集结，需要等待，然后需要等你的队友来帮助。它是属于联盟活动，所以拿到联盟奖励，这个算是合理的吧。但是我也不是要反驳他所说的话，因为他最后一句有说到重点，随着王国的变化，现在人数越来越少了，很少玩家可以去打野蛮人城寨，要配合时间。但是每个玩家来自不同的国家，所以很难去配合，有很多时候还要依赖自己的农场账号。那说实话，现在我打野蛮人城寨也是光靠小号加入集结而已，自己的大号加一个小号。那也因为野蛮人城寨的等级变高了，就变成说我其他的小号也不能开集结，因为打不过，所以就变成说我差不多5-6分钟就开一次集结，要花了整天时间才可以把我的体力耗光。那我有时间的话可能还可以，但是对于一些玩家没有这么多时间一直看着手机的话，其实选择打野蛮人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如果攻击野蛮人都可以拿到联盟礼物的话，那之后的环境会不会变成大多数玩家都在拉野蛮人了呢？就连在自己原本的王国都在拉野蛮人。那如果我们可以获得更多奖励的话，策划会不会改变野蛮人的行动范围？就比方说野蛮人 A 跟野蛮人 B 的距离特别远，从来都不会在一起。我暂时保留这个反馈啊，某个程度上来说，其实这个反馈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是会有后续的问题发生。下一个反馈，这个玩家希望在远征中增加多一个商店，是专门放登峰召集2年前的皮肤。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是这个问题在之前中有提到，有一些拿到皮肤的玩家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可以用这么便宜的方式获得皮肤？对于策划而言，他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方式来赚钱，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方式啦，就是每个星期或者是每个月举办一个活动。类似像登峰召集，由8个王国去争夺皮肤，但是10场会举行了，也是一样的，就看哪个玩家他可以提升的战力越多，就可以获得皮肤。为什么我建议每个星期或者是每个月举办呢？因为现在玩家很多，并不是每个玩家都有登峰召集皮肤的。如果你不想要这个皮肤太多玩家获得，这样你就每个月举办咯。至少要让一些 F2B 玩家有机会去可以获得皮肤啊，因为每一次推出登峰召集新皮肤的时候都没有机会获得，尤其是一些比较大的先锋王国。而且如果时常举办的话，玩家就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那个皮肤去争夺。所以我觉得官方可以考虑一下我的提议啊，既可以赚钱，然后玩家又可以获得皮肤。下一个反馈，移除移民的开销，这个其实我跟策划有说过，你应该要适当性的给出一些免费的移民。但是策划的做法只是降低了移民的成本而已，他并没有想要直接让你免费移民。不过现在在联盟商店中也可以每个星期获得1张移民令啊，所以我觉得也算是免费移民了吧，只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而已。所以策划其实已经做了让步，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直接把移民的费用移除掉。如果玩家很急的话，就可以通过礼包的方式去购买移民令，要不然你可以慢慢等的话，你就通过每个星期获得1张移民令的方式慢慢去移民。还有我觉得如果你们只是想着要以免费的方式怎样的话，我觉得都不太可行了。下一个反馈关于真香市集的，他觉得说可以在1年之内举办4次，在每一次的假期活动中。那老实说，我觉得真香市集是官方少数活动中不会觉得很痛苦的反正我觉得真香市集还有一点好玩的，就是去看谁的瓜可以卖到更好的价格，
跟朋友聊天分享，又或者是去开启自己的小号查看。那其实我还有一点要说，就是真香市集给的活动时间有一点太短了，第5排的活动奖励我都来不及去领取。不过看得出多数玩家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活动所以我觉得官方可以考虑一下。下一个反馈，移除治疗成本这个玩家有一点过分了。那其实部队治疗也是官方赚钱的其中一个途径，也就是我们需要去购买礼包，然后拿到加速又或者是宝石去治疗自己的部队。所以我觉得移除的可能性是很低的，最多就是增加更多活动，让你们有更多的方法去获得资源加速而已，不可能会移除的。下一个反馈，这个玩家希望可以增加50或者是100点的行动力，在驿站中他们可以用资源去购买。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错的，官方可以考虑一下。下一个反馈，希望真香市集可以变成固定的活动。看来大家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活动下一个反馈说到，我们用60万的个人积分去买移民令，这个有一点太贵了。他希望官方可以让我们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物品在联盟商店里面，又或者是可以让我们出售一些没有用到的传说品质图纸，又或者是没有用到的统帅雕像，又或者是放置更多移民令在 New World Tier， 这个我不确定是什么活动来的。那我觉得降低移民令的价格这个不太可行因为移民令其实已经降过一次价格，原本更贵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原本的价格好像是100万，然后用更高的价格去回收我们的物品，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并不大，但是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让我们出售一些没有用到的传说品质图纸。回收统帅雕像，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可能了，因为我们在 KVK 中其实也可以出售自己的雕像我觉得官方不可能会再回收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反馈唯一能够可行的就是可能出售一些我们没有用到的传说图纸而已，其他的可能不太行。下一个反馈是说每日免费治疗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战斗很多，但是免费治疗的次数很少。他说就是因为免费治疗受到限制，所以就变成说大多数玩家战斗的时间都缩短了，然后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种田，战斗的时间很少。官方会削弱免费治疗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人用机器人，所以他们才削弱了。但也不排除策划可能是想要利用这个方式去赚钱但这个问题也不是今天才看到，在之前推出2000治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跟策划那边反馈了，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改。所以我觉得这个反馈大多数玩家都想要，但是策划他们就是不肯改。下一个反馈有多达112个玩家支持，这位玩家希望可以提升我们获得装备材料的速度。他说玩家不应该要花数年的时间去锻造4到5套装备，一些新的游戏都允许他们的玩家在1个月之内做好整套传说品质的装备了。下面是他给出的想法，希望可以在铁匠铺的每个槽位可以直接制作120个材料，而不是15个，并且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这样子你可以在每个月获得1到2件传说品质的装备。他说他已经玩万国觉醒2年了，但是他还没有5套的传说品质装备，依然还有接近10个图纸在等待他去制作，但是他不够材料，他也完全停止花钱去购买图纸了，这样毫无意义。而且他去计算过了，如果他要做到5套传说品质的装备的话，他需要花5年的时间，这个时间还不包括觉醒跟精炼，而且他现在统帅觉醒的数量还比他的装备更多。我认为这个也是问题之一但是像我前面所说的，不可能以免费的方式给你获得。像这位玩家的提议就是在铁匠铺那边，可以让我们锻造更多的材料，而且是免费获得，又可以快速的获得。那其实材料礼包也是官方他们赚钱的途径之一，所以我还是那句以免费的方式获得 no way， 但是可以增加更多的活动，需要玩家可能花体力或者是花宝石去获得更多的材料。不过我还是很认同这个玩家的说法，玩家不可能花这么多时间去锻造装备的。如果玩家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的材料去锻造装备，提升他们自己的能力的话，其实最终也是会选择弃坑而已。所以我觉得官方他们要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当然如果我们不考虑官方那边赚钱的途径，我觉得这个玩家的提议是不错的让我们免费获得更多的材料，玩家全部都开心。所以这些问题最终还是要丢到策划那边去。你们如果想要赚钱的话，你就要自己去想一下，要怎样让玩家玩得开心之余，你自己也可以赚到钱。但你们可以想一下，这个玩家都已经玩2年时间了，他还是觉得这座装备是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你们可以自己想一下，新的玩家会怎么想。
真的不能无视这个问题，所以你们才会看到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玩家支持他的说法。下一个反馈希望可以转换水晶科技，来帮助一些无氪又或者是微氪玩家。那其实在前阵子的越南线下见面会，官方就有说过他们会改水晶科技了，但改成怎么样我不知道了，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在进行中了。下一个反馈，这个玩家说野蛮人还有采集点在原本的王国中的等级都提升了，就连联盟技能都在版本更新中提升了。那我们能不能在原本的王国中获得更高等级的宝石采集点呢？那我觉得这个不可能了。如果你可以拿到这么多的宝石的话，那还有谁会去买礼包呢？而且如果你有了宝石之后，其实可以做很多东西，就连训练部队你都可以直接用宝石去训练。下一个反馈，希望每一次制造同样的装备时可以减少 10% 的成本，最多可以提升到 50% 的成本消耗降低，就是锻造5个同样的装备啦。那其实这个方案对于我这种纯兵玩家来说是蛮好的，但是这个问题对于那些用混兵玩家来说就不太公平啊，所以我觉得不可能会实行，虽然我也想要这样子。下一个反馈，这个玩家希望在 KVK 中我们攻击每一个野蛮人可以获得10点 VIP 点数。如果是在没有 KVK 的情况下，我们攻击每个野蛮人可以获得5点的 VIP 点数。那坦白说，我觉得现在 VIP 点数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啦。我认为官方可以放手这个部分了，可能我们攻击野蛮人存在可以拿到1点 VIP 点数吧，又或者是像这个玩家所说，攻击野蛮人可以获得 VIP 点数，但是不是每一只就可以获得啦。可能攻击20个野蛮人之后获得10点 VIP 点数，我觉得会比较合理一点。因为我自己的账号已经玩了6年的时间，但是还是 VIP 17而已。OK， 我承认我在后期没有买什么礼包了，但是已经玩了6年的账号还没有获得 SVIP 等级的，这个也是有点离谱。OK， 那么以上就是我收集到的一些问题，那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我觉得可能要做3集才可以做得完。我都已经尽量选那些票数比较多的问题了，但是还是很多。不过某个程度上来说，也就表示说玩家都很积极的想要去改变这个游戏，让这个游戏变得更加好。不过当然的，我的想法未必是正确的，然后我也会尽量把这些反馈跟策划讲。至于各位对于今天的问题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